你是最特别的。嗯，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报警了吗？既然敢明目张胆做这种事，肯定是事先有所准备，说不定还来踩过点儿。对方很可能有同伙，先别打草惊蛇，找个有门锁的房间躲起来。那就好。别怕，我会在10分钟之内赶过去的。也不知道我和警方到底谁会先抵达现场。好，不过我要是真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吊销驾驶证了，那你可要补偿我。哼，就负责每天接送我去河印好了。先别慌，敢这么敲门，反而证明门锁没事。我们是警察，有人的话，麻烦开一下门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还好你没事。
看到你有人陪，我们也就稍微放心一点了。最近类似的案件频发，小姑娘一个人在外独居，还是挺危险的。这应该是起连续作案吧？毕竟也不是随便一个小偷都有技术能够破解现在的智能门锁。没错，根据市局对过往案例的分析，已经初步断定这是起有组织、有预谋的犯罪行为。他们所选定的小区都是用的上一代防盗系统，目前看来是存在一定漏洞，才会被渗透攻破。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他们会事先对目标住户进行踩点筛查。大部分受害者都经常出差，家中无人的情况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倾向于他们是为了钱财。你天天加班到深夜，比人家踩点的回家都晚，能不被误会吗？唉，现在的年轻人也真是辛苦啊。好了，情况就先了解到这里，我们得去问物业拷贝监控视频了。如果调查有了新的进展，我们会随时联系你们的。你俩关系看起来不错，最近记得多照应小姑娘一些啊。老王说的没错，有些偏执的犯罪者在计划失败后会进行2次犯罪，一定要多加注意。两位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时间也很晚了，其他事情就留到明天再说。你先早点休息吧。今晚我先去马路对面的酒店开间房，有任何情况都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你确定吗？好，今晚我就借宿在客厅好了，这样也比较放心。不过，作为留下来的交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我希望你明天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，具体是哪里，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放心，我要是现在就说，你估计就彻底睡不着了。既然是通过网络，那总会留下痕迹。让技术部门试试看，能不能通过大数据中心进行定位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和印科技这段时间也在着重研发这类的新型产品，应该在最终测试阶段了吧？这2天就麻烦你跟进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晚些再联系。醒了？早饭不对，午餐放在桌上了，饿了的话就吃一点吧。那当然不是，
很可惜我不擅长做饭，这是我叫的外卖。凑合吃吧，吃完以后正好可以收拾收拾行李，跟我一起回家。我家，人们俗称的陆公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预计得住上几天。最近正好是假期，你应该不用上班。不过如果有别的安排，我也绝不会干涉。只要你晚上能回来。放心，这几天我父亲有事外出，佣人也放假了，只有康伯在料理家里的一切事务。这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昨晚的案子，我让温晨去跟进了，警方已经初步锁定了目标，要不了多久，就能把他们抓捕归案。在那之前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待着。我家的客房肯定比酒店舒服，与其麻烦你的朋友，不如就麻烦我好了。昨晚可是你让我留下来的，所以作为交换，你也得信守承诺才行。现在反悔可太晚了。姐姐，今晚就要跨年了，你忍心看我冷冷清清的一个人过吗？这次就当陪陪我吧，好不好？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康伯，今年也辛苦你了。您不必和我客气，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这是我们家的管家魏康，就是我之前向你提到过的康伯。康伯呀，从年轻的时候就跟在我父亲身边了，在我们家服务了几十年了。我和哥哥都是在他的照看下长大的。您是二少爷的贵客，请千万不要拘束。说的没错。好了，接下来的准备我们来做就行。康伯，你就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二少爷，这恐怕不妥啊。没什么不妥的，按理来说不就该这样的吗？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二位了。我们晚上煮面吃好吗？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我也来帮忙吧。那怎么行？这么大块的面，揉多了手酸，准备工作就交给我好了。
哦，这位师傅，你的头发上沾上面粉了。不过单从手艺来看，我觉得已经可以自立门户，开一家专业的面店了。可以啊，这正好是合印的业务盲区。哈，连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一版合印面店，怎么样？简单又朗朗上口。呵，看来老板的胆子真的不小啊，连投资方的名字都敢拿掉。没关系，留下要煮的量，剩下的就放冰箱贮存好了。这位师傅难得露一手，如果只能吃上一回，那得多可惜呀！刚才的话，其实也不完全是在和你开玩笑。啊，我是说，开店的事情。虽然不是主要原因，但你之所以会被犯罪团伙盯上，也和近来频繁的早出晚归有关。工作到深夜，不仅不安全，久而久之身体也会吃不消。所以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别的机会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会答应。我之所以这么提议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还有后路，一条随时等待你选择，让你可以退缩的后路。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生气了？该道谢的是我才对，谢谢你，愿意答应过来。那里并不适合玩乐，您还是不要靠近比较好。啊，有段时间没整修了，容易踩空受伤。还是别去那里了。啊，难得的跨年，反正闲着也无聊，你就陪我来做些刺激的事情吧，怎么样？比如那种一个人时做不了的事情。
真吓人，不愧是排行榜上的作品。对啊，难道这还不够刺激吗？又来了！好奇呀，这种电影总不能一个人的时候看，之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但还好你来了。不过，你刚才说自己不害怕这些，真的没骗我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些紧张？是，都是我的错，那就麻烦姐姐陪陪胆小的我了。不行，我总不能随便在其他人面前示弱吧。所以像这种事情，只能和你一起做了。你是唯一可以陪我看这些的人。不仅仅是这一部，我还珍藏了一些别的电影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新年快乐。这么晚了，您是睡不着吗？没有的事，我也只是在做些隔天的准备工作，谈不上打扰。您要是睡不着的话，我去帮您准备些热饮吧，喝完以后应该有助眠的效果。是，二少爷已经回房睡觉了，您是有事要找他吗？小半瓶都没了。唉，这酒的度数可不低啊。看来你还是缺少一些警惕心啊。
你撞我胸口上了。我听康伯说你喝醉了，哎，别动，我抱你回房间。啊，好。小心，真的不需要我扶你一把吗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你的房间好像在另一边。找谁？啊，我就是陆景和，你要不要再仔细看看我的脸？哦，逻辑还挺缜密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开，别把手拍疼了。我就在这里啊。再好好看看，对吧？姐姐，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？哦，没用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叫你姐姐。哎，没事吧？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很危险吗？不用担心，只要你安心睡一觉，明天他就回来了。真的。不过，你为什么那么急着想找他？如果就把我当成他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麻烦，相反，我很高兴你能第一时间想到打电话给我。该注意的是我才对，是我最近过得太过安稳，稍微有些松懈了。抱歉，我不想影响你的工作，但至少加班太晚的时候，让我来接你吧。我还有个问题，一直想问你。你喜欢我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居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睡着了。算了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别的不重要。
晚安，明天见。没什么好道歉的，你昨晚喝醉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没给任何人添麻烦。二少爷，小姐，该吃午饭了。新的一年都到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想了，走，去吃饭吧。我听到了敲门声，就知道您果然还是很在意昨晚的事情。毕竟住在同一屋檐下，瞒不住也很正常。十分抱歉，我从小看着二少爷长大，虽然能看出他也不是真的想瞒着您，但还是不能坏了规矩。不过，我可以给您一样东西，在里面，您或许可以找到答案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别紧张，这里只是气氛有些唬人而已，不用那么拘束。不过，你说的画册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
那本画册我早就扔了，既然能被你看到，应该是被康伯悄悄收起来了吧？因为那只是我的误会而已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恶魔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大概指的就是这里。对，这里是陆家祠堂，所以自然也放着我母亲的牌位。我是偷偷闯进来后才发现，原来父亲的逃避，哥哥的难过，全都来源于此。所以我没办法再画下去了，因为母亲的去世和我有关，她是为了生下我，病情才加重的。所以归根结底，那个造成这一切的恶魔，不就是我吗？不过我早就从自责中走出来了，之所以来这里，只是为了自省。我想警醒自己，好不容易得来的生命就该充分利用，绝对不能辜负任何信任自己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保护好他。那你带我回去吧。作为感谢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起入室盗窃案的团伙，在今晚已经被抓捕归案了。而且和印科技准备与警方合作，在全市开展安保系统升级工程。你的小区就是试点之一，所以我明天就能放你回去了。啊，说不定呢。开玩笑的。谢谢你带我出来，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也能依旧陪在我的身边。二少爷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。那天我特意观察过他的做法，模仿起来绰绰有余。而且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些小辈的任务，这次就不麻烦你了，康伯。可是二少爷，他似乎和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以面食祭祖是陆家多年来的规矩，倘若这个过程中有外人经手过，恐怕……如果
你真的认为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？为什么还要把那本画册给他看？抱歉，二少爷，是我逾矩了。不用道歉，相反，我还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谢谢你，当时把那本画册留了下来。我很庆幸它能被留到现在，留到他出现为止。不过待会儿就把它给我吧，我要带去祠堂，一起烧了。您要烧了它？小男孩最后走出了森林，画册里的故事已经落下了帷幕。这次该彻底和过去告个别了，毕竟接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画册外面的故事。好，我这就去给您拿来。如果我母亲还在，应该也会很喜欢它的，对吗？是，我觉得您不必太担心。夫人为人亲善宽厚，必定会优先尊重二少爷您的意愿。况且，您与老爷如此相像，既然是您中意的人，我相信在性格品行方面，自然是不会差的。那就好，那么下次有机会再来正式拜访吧。早上好，先去吃点东西吧，待会儿我就送你回去。不过别担心，毕竟有祭祖的传统在，我只是去送些贡品。不过这次去的有些晚了，不知道那帮老祖宗会不会生气啊？晚上可别托梦来骂我。没错，我们家在一年的末尾与伊始之际，的确有祭祖的传统。说的没错。好了，接下来的准备我们来做就行。康伯，你就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二少爷，这恐怕不妥啊。十分抱歉。我从小看着二少爷长大，虽然能看出他也不是真的想瞒着您，但还是不能坏了规矩。之所以没有在最开始就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像现在这样瞻前顾后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那都是死的，不必太放在心上。他们都是心胸宽广的人，不会为这些小事就跳脚的。况且，我觉得这也未必不合规矩。你是我唯一带回家的人，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这份含义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最特别的。
辛苦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刚才我给了他双倍的路费作为抢单的补偿后，就让他先回去了。这么晚了，独自坐别人的车不安全，我来送你。别可视了，从前都是我听你的，偶尔你也听听我的话吧。啊，走吧。哦，抱歉，突然打电话给你，刚刚看你没回消息，就有些着急。哦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想提醒你睡前记得把门反锁上，如果发生什么情况，随时通知我。哦啊，笑什么？你可别嫌我啰嗦，虽然防盗系统升级了，但也不能放松警惕，知道吗？放心，忘记也没关系，我会像今天一样亲自监督你的。嗯，最近有些粘人，你说我吗？也不是很意外。不瞒你说，我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所以，这样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？真的没有啊，你不用太顾及我的心情，因为我最近也逐渐发现，自己似乎稍微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别那么惊讶，我可没你想象中那么游刃有余，尤其是关于你的时候。先不说我的事了，你好像很累的样子，不会又忙到很晚才回家吧？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一定要记得告诉我，我会来接你的，不然太不安全了。不麻烦啊，现在小区的防盗系统是和印集团研发的，送你回家时我正好视察一下，算是一举两得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不希望你太勉强自己。如果在律所太辛苦的话，可以考虑来我这里工作。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想，也没有干涉你的意思。但是，如果有朝一日，你真的遇到想要示弱或者放弃的时候，记得随时来找我。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我这里永远是你的退路，千万别忘了这一点。晚安。